潘执行长，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群联的总部，这个是你们的研发中心。是的，是的。那我一直对你很好奇，就是你19岁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那几年在台湾作为侨生的心情？我19岁来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健谈活动中住了1天，是就被拎到了新竹交通大学，就在那个学校度过了6年的光阴。哇，新竹交大其实很多同学说这个是一个很无聊的地方，确实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在学校的前面4年光阴里面呢，大概就是上课、写作业、念书、攻读，跟运动，所以生活过得其实也算很规律，很规律，非常规律。那因为这么规律呢，也训练了你在这个人生的创业里面，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历吧？成功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对，失败只要有一个过程失败，就不会成功了。是。那我是比较庆幸是到交通大学念书。刚第一天到学校的时候，学长说交通大学简称交作业大学，作业写不完，真的写不完。从早上每门课每天作业，写到半夜写不完。是。老师的要求算很扎实。是。然后交大个特征就后面是科学园区嘛，所以对于整个科技的薪资接触的很密切，然后老师呢跟业界的这个互动也很密切，那也因为这个因素呢，接收信息比较快，老师呢也创业，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快的跟业界能够衔接起来。是，因为这种种原因呢，我们在硕士班毕业的第9个月，就成立了全联电子。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去做这个呢？其实这个都是在很多偶然的情况底下。我本来来台湾念书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毕业后回马来西亚。因为在1990年代呢，很多台湾企业在马来西亚。是。毕业回去，行情大概马币3000块，很好用了啦。是。所以我准备毕业后回去。在我大2的时候呢，教育部改了规则，念研究所可以不要考试，可以用直升。对。去考试我都没钱吃饭了，还去补习班嘛？对，不可能。所以我不考虑。但是可以直升，因为我是控制工程系86级第1名毕业了。那我想我成绩一定可以直升。对。那直升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跟老师做专题。那我想那就做专题吧。是。那换了3个题目，然后换到快闪记忆体控制器。老师又创业。那我就靠这个题目直升研究所，然后帮老师做事嘛，哈。对。想说那就这样子吧，老师公司就好好做吧。那毕业之后，公司发生很多事情。是。那我们呢，被迫要离开。是。我们是外国人，简单讲就是外劳，工作证是要雇主同意才能离开的。对。那也因为很多谈判过程中，我们就被要求成立一个新公司。由母公司投资，他来控股新公司。是。可是后来他们也决定不控股了，不要了。我们被迫才成立了全联电子。Phison 是5个人 ，5 person， 对不对？对。然后5个创始人都是你们交通大学的这个学长学弟这样子。对。那你当时去创业的时候，你们资金是怎么来的？我在跟老师做事的时候，在业界已经混了2年了哈，所以还是有一些董事长认识我。是。但是呢，我在创业的时候谈了40几个创投，1毛钱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发生在2000年。2000年前呢，说年轻人有梦真美。对。那个 .com 是。2000年之后说年轻人只会做梦。看到年轻人钱不会给，所以1毛钱要不到。是。所以就靠着当初在工作认识的董事长，个人支持500万，支持100万，支持50万。是。再加员工凑一凑，我们第一笔资金是新台币3000万，3000万做 IC 设计。是。在当下，没有人会相信。3000万做 IC 设计怎么做？怎么做？你随便去 license 一个 tool 就3000万了。所以我们是在全世界，包括我自己都不看好情况底下，走出来的。所以那时候你们直接就是设这个 office 在新竹，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争取进入工研院的议程中心。所以就是租金很便宜。是。那因为没有钱，所以呢，请了工研院给我们很多的辅导，会计师什么他也帮我们忙。所以这些 startup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个竹南的这个总部有多少员工呢？我们这边有4栋研发大楼，大概有3000位同事。是。对。那在板桥我们有450位同事。是。在台南交大园区我们有大概150位。对。竹北我们最近有100位。
所以这样加起来3000多，快4000个员工。是。那这个总部3000人在这边是做什么呢？竹南这个总部这边呢，我们所有的研发设备都在我们这一边。群联电子的设计呢，100%都自己做的，所以基本上都在这边完成。所以这里是你们其实是最重要的生产基地。是的，我们设计基地是，而且不是台湾，是全世界各个合作伙伴，都仰赖我们这边合作基地。哦，对对是，对。那你们的员工平均的年龄是大概？33岁左右。哦，这么年轻。对。我们老的都不走啊。他们所谓老的，就是才50岁左右而已哦。对。所以平均33。33，所以每年大量的毕业生加入。OK。对。那所以每年大概从学校毕业进来的学生大概有多少个？我们2020到2022大概招募的大概快700-800个。这么多？对。哇。一年平均往后走，大概一年150到200位。那你们每一年新成长的这个速度都还是很快的，很可观。不过依你们现在这个研发的方向来说啦，你们一直让新的员工人才进来，这个绝对是必要的。我们有需要。对，所以你们的扩展也很快。是的。那创业到现在已经快25年了。对，这个不是一段很短的日子哈。那你在从做一个侨生的这样的一个开始，你跟一般的学生相比，除了写不完的作业上课，对，那就是打工，对，然后剩下一点点时间运动，对。所以你做了哪些运动呢？打篮球，在学校打篮球跟跑步。哦，因为这2个都不用花钱，打羽毛球要花钱。哦，真的吗？羽毛球会坏掉啊，场地要租啊。了解。难怪我刚刚看到你们的那个橱窗里面有摆了2-3颗篮球。对。哦，原来过去你自己喜欢打篮球，所以你现在也赞助我们在苗栗县的这个女篮的这个队伍，对，让他们有机会去发展。对。那这一段经历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心得？至少在学校里面就已经知道产业长什么样子，是，而不是说出来再来摸索。那这对我们后来创业其实有很大的帮助。是，台湾社会普遍大家都同意啦，非常良善，非常乐于这个帮助。很多同学在这边都受过很多本地的朋友的帮忙，不管是学校的啦，或外面打工的。是，我曾经马来西亚一个同事，他结婚，是，他在台湾的这个喜宴的主婚人，是他以前打工的老板。所以你看关系其实很密切到说，以前他困难的时候，老板帮他忙。所以我觉得台湾社会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不过因为你作为侨生我们真的很关心，就是来台湾读书的年轻人。那马来西亚算是来台湾读书的侨生里面占的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是。那所以我们一直很想知道，就是说当时你选择了来台湾读书，那在台湾读书的这几年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会不会后悔来到台湾？马来西亚来台湾念书的大概率就是华人子弟嘛，是。那一大部分是受华文教育的。对。我也发现呢，从马来西亚来台湾的华人子弟里面呢，大部分都家境经济比较困难。是。大部分都很努力。对。然后很吃苦，很优秀，很奋斗。是。群联电子呢，我们现在有100多位马来西亚的同事。是。也是这样来念书。然后攻读，然后留下来表现都非常好。是。那对于台湾的这个呢，其实一点都不后悔。当然，在30几年前呢，这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说去台湾是没有前途的。台湾文凭不被马来西亚政府承认。对。那去台湾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反而是去澳洲、去美国是天之骄子。对。可是呢，我必须要说。30年之后，我们来比这个留台的、留美的、留澳的成就，留台比较高。是，那你们企业里面有蛮多马来西亚的学生。是。那么这几年马来西亚学生虽然留台的比例还是相当高啦，对。可是其实整体来讲是有在往下。是。那么我这星期就准备要去参加高教展，我听说过去你也帮我们站台过好几次。台湾的侨教政策是从马来西亚开始的哈，当初是我跟萧万长吃饭，他把故事讲给我听。那最高峰的时候是应该70、80年代，对，因为台商大量的投资嘛，是。
那2000年之后呢，因为全球局势的变化，所以对岸也吸收不少过去。对，在2008、09年回去高教展的时候，回去母校，我发生变化跟同学讲的时候，很多同学说：“学长，我很想去台湾。”可是我爸爸、我妈妈、我阿公说不可以去台湾，因为台湾没有前途。是，那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是，我就说：“哎，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潘建丞像是没有前途的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啊。对嘛？所以表示来台湾不会没有前途，在意事在人为啦。是，台湾是有它的优势。是，对。那我也跟很多马来西亚的华人子弟说，你要念电机工程你要跟产业有关系嘛。台湾其实很好。对。那你要念这个生物科技，台湾其实台湾也非常好。对。台湾还有个很重要的农业。是。台湾确实没有很用力把它给浮出来，是，其实对东南亚很有吸引力，是，没错，农业是可以帮忙招进农业跟养殖。对，台湾在热带农业的领域是全球第一的研究能量然后影响其实也是最大。我们其实很愿意在整个这个南向国家里面提供很多这一方面的研发的技术。不过从这件事情我们要检讨一下，就是说台湾政府真的早期我觉得很傻，我们培养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然后没有把他们好好留在台湾。还好现在政府已经醒了。我在过程中努力15年，是各个侨委会活动，教育部、财政部、劳委会，我都去，不要说给建议啦，直接抨击。对，有一次我要写一篇文章，是在这个媒体的这个论坛里面，公开呼吁说，人才你培养他，对，你理论上你就要把他留下来用。对，其实呢，台湾要去跟新加坡政府收教育税。对，为什么很多马来西亚子弟台湾念书，直接都去新加坡服务，免费他们就去了。对，我们帮他们培养好，送给他们。过去是一个很没用的政策啦。我真的一直也深深反省这件事情，就是说以前政府真的很傻，包括连我们外劳政策也是这样。那所以这几年我们有看到一个趋势的变化，就是说我们优秀的侨生在台湾像你这样子吃苦耐劳，然后认真学习，而且愿意继续投入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去发展。那你成功的故事绝对不是偶然，我刚刚不是溢美之词真的，因为要创业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侨委会因为过去主要就是负担做这个侨生招募的政策对，但是过往其实我们都是比较被动等着说哎呀反正我们有那个管道在那里嘛，爱来你就来，不来就拉倒，对不对比较少积极的正向的去争取人才。是。那随着这个全球化，大家都在抢人才的过程，这几年当中，我自己在政府部门服务我是有很深的感触，就是一方面台湾自己本身的少子化，那再来就是台湾在这几年经济状况都还是很不错，所以就会形成说企业需求人才恐饥，可是学校端能够提供的人才，相对其实是不足的，是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这几年遇到很多企业都跟我们要人，所以我也被迫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积极的去想怎么样能够扩大，去做招生，然后给更多的这个学生来到台湾以后，得到很好的一些协助。台湾这个社会其实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人进来。然后这些人也很想留在台湾，那他以前政府弄了那么多的门槛在那边，让他们很困难。我一直对这件事情很不以为然。不过报告你好消息，我们这几年一直有在努力把它突破，所以应当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年我们会有一定的修法，在这个行政命令上我们要调整1年加1年。太好了。所以有2年的时间，让侨生在毕业完以后，或者外籍学生，他可以去找到他合适的，这个单位或者是公司企业，然后得到聘任或者创业。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时间是必要的。像当时，我想你这个故事是很精彩啦。拍成一部电影的话，这个有机会，我觉得会激励很多年轻人，就是说怎么样在绝处逢生。你不放弃，你才有机会。如果你放弃了，你就真的回到马来西亚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透过这个潘执行长哦，在Phison 的这个创业经营成功的案例呢，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侨生朋友哦。不单单是马来西亚哦，现在我们新南向国家，缅甸、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等等的国家呢，都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来到台湾。那我们也很欢迎他们呢，只要来台湾读书，读完书都可以留下来。刚刚我讲1+1，对不对？太好了。我们未来已经希望说让侨生都能够个人制。也就是说，他毕业后可以自己找到工作，工作满5年就可以有永久居留权。那这个对于他的未来想象，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担忧嘛？对。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已经不要有那个叫做评点制了。其实劳动部也开始思考。他们也说，他们也希望尽快可以让这个评点制退场，那让企业呢也能够适才适所。是的，我们今年单这个北中南东办了4场，就是这个说明会。那我们也办这个就业博览会嘛，我们就跟他们说，你们如果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加入我们这个平台的系统，让侨生呢在这上面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就业机会做一种媒合，对彼此都好，侨生也很快的就可以找到一个他可以发展的地方。那企业呢也可以扩充他需求的人才。了解，就是说再怎么样，台湾还是一个鼓励创业，然后包容性也高。是。那因为你都是在这个同样的文化系统里面，是，所以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那个障碍的问题。没错。那你在英语系国家，说实在，当然他们也很鼓励创新。可是老实讲，没有想象那么容易。没错。除非你是靠富爸爸，对不对？没错。那所以我们今年就是也很期待啦就是说。我们除了在马来西亚的招生以外，我们在其他国家这2年有蛮大的进步。像今年我很吃惊的是从菲律宾，从印尼，突然间多了非常多的学生。不可讳言，我自己亲自出马去招生。对，因为你到了第一线，你才清楚知道怎么沟通。没错。然后可以用最简洁的语言让学生、家长。对，老师可以 get message， 没错。那也提供好的整套方案，让他们觉得说，来台湾是可以让他们有发展的。是。那台湾产学合作其实还蛮成熟的。是的。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我们是走过这条路出来的。所以我们是很高兴今天执行长呢愿意把他自己的故事分享给我们。谢谢。那这些经验我们一定也会带回去各部会，让大家充分理解，就是怎么样在我们政策面上面可以更有利于让人才留下来。那这样未来我想学生愿意来台湾读书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是的，这太好了。